我从最好的妇产科医院出来，遇到了自己的老公和婆婆，她很开心，开心地拥着4只纤细、孕肚高凸的白月光，而我的好婆婆正挎着限量版的爱马仕包包，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。我这个合法妻子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很显然，他们才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抱着记录本的护士正叮嘱他们注意事项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够我听清楚。您太太和宝宝都很健康，预产期在下个月，建议孕妇这段时间在家好好休息，保持情绪稳定。梁宥嘉和婆婆殷勤地点头应和。结婚5年，我无数次幻想过和程密重逢的场景，却没想到是我们同时有了梁宥嘉的孩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间驱车回家，婆婆正悠哉悠哉地躺在沙发上敷面膜，她难得一见的好心情，嘴里还哼着小调。见我回来，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。回来了。我换掉高跟鞋，点头应了一句嗯。刘妈，厨房里的汤端出来，给飞夏喝一些。话音刚落，刘妈就忙不迭慌地送了过来。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这个就暂时不喝了。婆婆一听，立马坐起来撤去面膜，不喝了。这怎么行？我还指望早点抱孙子呢。我攥了攥手，指甲深深嵌入手心，最后还是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。妈，医生说了，我现在的吃的药和你那个秘方相克，万一喝了弄巧成拙，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就等你好了再喝。我拿着包上了楼。在洗手间卸掉一脸紧张的妆容后，觉得有些疲惫，于是早早地爬上床准备休息。我不明白，明明今天程密已经和他们在医院做产检了，为什么婆婆还要给我喝那个苦得作呕的生子偏方？也不明白，为什么程密已经快要生了，梁宥嘉到底是什么时候和他联系上的？许是怀孕的缘故，一连串问题让我很快陷入梦乡。半梦半醒时，门被轻轻打开，不一会儿，床垫有些轻微响动，一双大手攀上了我的腰，然后把我搂进了怀里。清冽的沐浴露味道钻入鼻腔，我缓缓睁开眼，拾起头看他。梁宥嘉满脸倦怠，好看的眸子里已经有几条血丝。他蹭了蹭我的颈窝，是不是动静太大，把你吵醒了？没有，我拉开了一些距离。他温柔地勾起嘴角，又把我搂了过去，炽热的胸膛紧紧地贴着我的背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。睡吧，很晚了。我乖巧地闭上了眼。其实困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代替他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疑惑和酸楚。阿佑，我们结婚有5年了吧？黑暗中他应了一声，5年6个月03天，记得那么清楚。他轻笑起来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会忘？是啊，不会忘。那程密和你一起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没有忘呢？怎么想起问这个？我静默几秒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来了。脸颊上传来软糯的触感。夏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孩子了？我身体一僵。梁宥嘉，你喜欢上我了吗？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我的嘴唇。你呢？夏夏，他总是这样，总是把问题抛给我，让我去想答案。8年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了。梁宥嘉撤开手，规规矩矩躺好，声音冷了几分。我也是。接下来房间里安静无比，我与他没再聊下去。
朦胧间，我做起了梦，梦到了8年前的高考毕业晚会。那晚，他被几个同学灌了很多酒，大家都在庆祝这个学霸在登高峰，考进了最好的财经大学。而我依旧默默地坐在角落里注视着他，心里也由衷替他高兴。突然，学习委员坐到我旁边，递给我一杯酒，喝一杯。我有些踌躇，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喝过酒。正打算接过，一只手截住了。令轩，夏夏不会喝酒，这杯我替他。说完，梁宥嘉就一饮而尽。学习委员尴尬地笑了笑，不好意思。我红着脸摇摇头，没事，夏夏，我想问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愣了愣，没有的话，可以给我个机会吗？没料到一向学习为重的令轩会突然朝我表白，周围的同学顿时就炸开了锅。学习委员有一天也入红尘了，夏夏不如给个机会，也让我们看看小老师为爱疯狂的模样。起哄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红着脸，紧张地在一众嬉笑看好戏的人群里，看向了梁宥嘉。昏暗的 KTV 包厢里，五彩斑斓的灯光落在他优越的脸上，清贵冷艳，又别有一番勾魂夺魄。他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。许是我收到我的求助信号，某人勾勾唇，你们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意味不明地话一出口，全场就更加沸腾起来，大家识趣转移了话题。酒过3巡后，同学们陆陆续续离开。我使出全身吃奶的劲，才把梁宥嘉扶上出租车。夏夏，令轩不知道从哪里跌跌撞撞跑出来，叫住了我。我下车赶忙扶住他，有什么事吗？学习委员，我可以知道你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我顿了顿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念出了梁宥嘉的名字。令轩失意地笑了，最后一个无理的要求，可以拥抱一下吗？好。回到车上，梁宥嘉乖巧地靠在座椅上，好似睡着了。司机师傅透过后视镜朝我笑笑，小姑娘，看人得看准喽。现在的男人就喜欢扮猪吃老虎。我一头雾水，直到下车也没明白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搀扶着一个1.8米几的男生，对于体格较小的我来说，难度系数直线飙升。磕磕绊绊，终于将人弄到了小区楼下。橙黄的灯光在他脸上仿佛镀了一层金光，匀称的眉毛，又卷又长的睫毛，如上帝亲自捏造的鼻梁，格外优越。我有些沉迷，低低唤了一声梁宥嘉，他没反应，上半身的重量全压在我的身上。哎，我叹了口气，还真的要把你送到家呀。他如同金毛般用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我的脸颊，短暂的触感让我脸蹭蹭蹭就烧了起来。真醉了，我晃了晃肩膀上的脑袋。某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声。望着他醉酒的模样，我笑起来，突然胆子就大了起来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要不要听？他还是不应声。酡红的脸，再加上他好看的唇，让我心头悸动不已。我不想再和你做朋友了。准确地说，我喜欢你，喜欢很久了。所以，你可以不要再让我这么困扰了吗？梁宥嘉傻笑几声，夏夏，我把你当妹妹，你却这样说。我回答道。他醒了。我低头一瞧，人还闭着眼。刚刚的话如同冰水浇到我的心上。妹妹，脑袋如同装满了浆糊一般混沌。原来只当我是妹妹，本以为我们至少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情，没想到只是妹妹啊。也许是那晚的夜风太过撩人，又太过冷冽，在这样的情境下，恰如其分地构建出一道与过去切割开来的屏障。
我忘记了自己最后是怎么收场的，但很庆幸第二天醒来的当事人断片了，也很庆幸那晚他家楼下的路灯不亮，他没看到我微红的眼眶。晨间的一抹阳光透过梅拉岩石窗帘落了进来，身旁的被窝还有它的余温。洗漱间的水声表明了人还在里面。我也换好衣服，准备去公司。餐桌上，刘妈已经摆好了早饭，煎得刚刚好的荷包蛋，看得我有些反胃。咬牙切下一小块培根，正放进嘴里，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就涌了上来。我匆忙跑进了1楼洗手间，撑着水台狂吐起来。夏，你没事吧？梁宥嘉跟着进来，焦急地抚摸我的后背，试图让我没那么难受。看这样子，夏这是怀上我大孙子了。婆婆两眼泛光地站在门口盯着我的肚子，我心头一紧，缓了口气。没事，就是前2天在公司凉了胃，医生开了药，吃了就好。婆婆脸色沉了下去，也是5年都没怀上，现在能怀上？妈，梁宥嘉皱了皱眉。婆婆识趣闭嘴。梁宥嘉喊了一声：“刘妈，给夏熬点白粥缓缓吧。”好，我这就去。吃过早饭，梁宥嘉说我身体不舒服，非要开车送我去公司。谁知他运气就这么好，赶上了向香。哟，今天你怎么想着送我宝贝儿过来了？向香踩着10几公分的恨天高，穿着香奶奶家最新款套装，对着梁宥嘉就是一通冷嘲热讽。梁宥嘉礼貌笑了笑：“夏身体不舒服，我刚好这边有事要谈，就送他。”哦，原来不是特意送的。等会儿还是麻烦你多照顾一下他，晚点我来接他。向香毫不避讳地翻了一眼白眼：“不用你教。”说罢，傲娇小公主拉着我进了公司。我就说他梁宥嘉没那么好心送你来公司吧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公司除了我和软软，谁见过他庐山真面目啊？要不是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，实在是想不到他会送你。向香在我耳边嘀咕：“要是换做以前，我肯定要和他理论半天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不太想替他找借口了。事实的确如此，他接送我的时候屈指可数。”几分钟后，喋喋不休的女人安静了下来。“哎，许飞夏，今天你怎么不替某个讨厌鬼打掩护了？”我轻啜了一口热水。昨天我在妇产科看见她和婆婆还有程蜜了。什么？向香眼睛瞪得老大。这个女人回国了。我转过头，她和梁宥嘉去什么妇产科？程蜜怀孕了。梁宥嘉的，我淡淡回道。什么？向香猛地站起来。程蜜怀了梁宥嘉的种，然后她和你老公、婆婆欢聚医院。我点点头。这像什么话？之前结婚的时候，我怎么说的？许飞夏，你看看你，就是不听。现在别人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你有个球啊！望着原地爆炸的向香，我格外平静。偷来的时光总是要归还回去的。许飞夏，你听见我说话没有？对了，你没事去什么妇产科？某人这时才反应过来。刚刚你快问快答，不是说了吗？我有个球，我回答道。好家伙，我要当干妈了。说着，某人的爪子就贼里贼气地摸上了我平坦的小腹。我拍开他的手，对呀，大红包准备好了没？向香望我一眼，要你交。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呜呜，可惜了我干儿子，还没生出来，他那水性杨花的老爸就给他妈戴了绿帽子。以后出生了，还指不定怎么和他那混账爹的私生子抢家产呢。去你的！就不盼着他点好啊！我一脚踹开蹲我身边的女人。
还有，你个土鳖，水性杨花是来形容男人的吗？呜呜呜，词汇量不是有限吗？向香又和八爪鱼一样粘了上来。现在怎么办？梁佑家两头想当爹，你是来一出正房四小三，还是一脚踹了大渣男？我摸摸腹部，孩子的事，目前就你和我知道。至于我和他之间，我想看他怎么选。你疯了？要是我，现在就掏空他家底，再找个帅哥。你知道的，我只要决定了，就不会轻易改变。是，你就是他妈的一头倔驴，认定了8头牛都拉不回来。随后，他把自己的香奈儿外套披在我的肩头。夏，不论如何，我和软软都在，别委屈自己，知道吗？我点点头，吸了吸鼻子。你别说，香奶奶家的衣服就是不错哈，真香。他看我若无其事地开着玩笑，也傲娇起来。那可不，花了我6位数呢。下班后，我在公司等了梁佑家很久，他一直没有来。我笃定他肯定忘了。更好笑的是，不只是我猜到了他不来，还有向香。妈的，这狗东西肯定忙忘了时间。向香边骂边提好迪奥家的带飞包。走，夏，我送你回去。等红绿灯的空闲时间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。喂，夏，公司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，我让李特助过来接你，可以吗？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我淡淡的说了一句：不用，向香已经送我回去了。梁佑嘉回了句：好。挂断电话后，向香问我他怎么说。公司有事，让我李特助接我。向香说了句：呵，男人的嘴果然是骗人的鬼。我牵强地扯了扯嘴角，能理解，他又不是恋爱脑。哎，向香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。他不是，你是。我回答道：好吧，怪我话多。很快，向香就把车开到了我家楼下。我说了句：上去吃个饭。他摆摆手，不去。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小宇宙，又给某人上课。姐妹，我严重怀疑自己结个婚，把你的恐婚思想给吓出来了。向香朝我翻了一个白眼，与你无瓜。本美女还没有逍遥快活够呢。我朝她一个飞吻。好，是我住海边了。好了，他拿手机回复着消息，快进去吧，外面冷。开车注意安全。向香应了一声，知道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OK。回到家，除了正在收拾厨房的刘妈，家里就只有我。刘妈，晚饭做好了吗？刘妈见我回来，淳朴的脸上展开笑容。少夫人回来了，晚饭还有一会儿才好。厨房里还有些老夫人没有带走完的鸡汤，我给你盛一碗过来。鸡汤？对。刘妈擦干手上的水，立马拿勺子舀了一碗。老夫人今天中午让炖的，弄好下午就提了一保温桶走。其实梁佑嘉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我隐约听到了他那边医院电子叫号声。看来不用猜，她和婆婆一定和程密在一起了。刘妈把鸡汤舀好，端了过来。我皱了皱眉。到了吧，我不喝别人剩下的。这是梁佑嘉以公司最近有重要项目为由，没有回家的第2周。他除了隔3差5发来的微信，我几乎没有他任何消息。婆婆也没有回来，听她说是去了佛罗伦萨旅游。我没有戳破她的谎言，即使我清楚明白地知道，他们正准备迎接程密为梁家生的孩子。很安静。在这场关系里，我的定位本就是个没有话语权的局外人。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开始有点出血。向香陪我去医院检查，
医生说我身体底子太弱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保胎。听到结果时，我很害怕，怕自己留不住和他的孩子，像香气的跳脚，非要给梁佑家打电话。最后我还是拖住了，因为我实在不想用孩子去捆绑住一个不爱我的人。他不快乐，我也不开心。许飞夏，你真的是要气死我才开心是不是？我静静坐在他的副驾，再等等，再等等就好。等，像香腻了我腹部一眼。等到什么时候？肚子大起来，还是说孩子生下来？程蜜再怎么折腾，你这个正宫娘娘始终是正宫。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捡了他天大的便宜，或者觉得自己就是个局外人？不是吗？我讽刺地笑了笑。向香倒抽一口凉气，对我竖起大拇指。好，你真的是好样的。这么些年了，你一直和梁佑家过家家躲猫猫是吧？嘴长身上是摆设，还是你俩夫妻情趣就喜欢猜来猜去？该摊牌就摊牌，该离婚就离婚。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都是狗屁，自己开心最重要，知不知道？我安静地听着训。向香无奈地扶了扶额头，你真和挖野菜的王宝钏有得一拼。我说，哈哈，那我会和他一样吗？等到回来的西凉王。向香一惊，差点追尾。没救了，你真的没救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。生气归生气，他还是把我送回了家。是啊，我早就没救了。一意孤行的人是我，恋爱脑上头的人也是我，那后面的事也是我自己咎由自取。回家静养的时间，我一遍遍整理当初和他去过的地方相册，闲来无事还学起网上的织围巾教程，偶尔也会出去走走，买菜。向香还在生气，但是天天都有3通电话和我解闷。他说公司派他去国外出差，要过几天才回来。他还说在出差期间，他遇见了一个很有趣的又奶又狼的修狗弟弟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了。下次回来一定得带给我看看。我很替他高兴，至少他并没有因为我失败的婚姻而不相信爱情。好事连连发生。某天晚上，梁佑家也回来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卧室正要给织好的围巾收尾，可是看教程很简单的事，我却弄得一团糟。夏夏，他疲惫地唤着我的名字，低沉的声音里充满了缱绻温柔。我抬头看他，回来了，公司的事处理好了吗？梁佑家来到我身边，紧紧抱住我。这段时间真的抱歉，没怎么陪你。我说了一句，没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做，我能理解。他的身体不知道怎么的，一动不动。夏夏，你这样表现的我们很不像夫妻，倒像个合租的室友。可不可以在你的脸上或者心里表现得在乎我一点呢？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顿，笑着回道，善解人意不好吗？非要每天把你的行踪查得干干净净，你才觉得好啊。他闷闷地应了一声，梁佑家，我怎么今天才发现你有受虐倾向？那不是受虐，那夫妻之间应该有的状态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腰，一股电流的酥麻感传来。我假装镇定地拉下他的手，亲起来了，不方便。你快点去洗漱吧。说罢，他只好去浴室了。骗他不过是，我不想成为程蜜的替代品，也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带来危险。梁佑家在那方面还是很节制，不知是不是主角是我而不是程蜜的原因。有时候我看着他挥汗如雨的模样，心中不免难过，然后也会想，他是不是特别希望身下的人是他心心念念的程蜜，而不是我呢？围巾，
我已经没有心思再织下去，只能收好上床休息。他洗漱完后，依旧如从前一样把我圈在怀里。夏夏，这段时间为什么只有我给你发消息，你不给我打电话呢？黑暗里，我轻轻蠕动唇瓣，怕打扰你工作。他扳过我的身体，吻了上来，温热的呼吸缠绕，强取豪夺地摄取我稀薄的空气，疯狂而又克制。片刻后，他松开我。夏夏，你让我觉得我们之间好陌生，好累。梁佑嘉的语气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我有些心软，轻轻摸了摸他的脸庞。这样不好吗？不好，他没有犹豫地吐出2个字。我想你可以主动找我，主动问我要做什么，去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，而不是你善解人意，不闻不问。可是喜欢就是这样啊，小心翼翼，卑微至极，生怕出一点差错，2个人就分崩离析。我沉默了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默默地没有再继续说了下去。隔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冒出一句：夏夏，好奇怪，我感觉你瘦了，可肚子又大了一些。我心底一惊，没有吧？或许是我晚饭吃太多了。梁佑嘉再次贴近几分，热气喷洒在我耳后。那睡吧。自从上次回来，他一直按时上下班，而我因为与他时间不一样，他也没发现什么端倪。可能是体质太弱的原因，我基本上没有怎么显怀，除了偶尔嗜睡之外，胃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今晚他回来得很早，还带了我以前很喜欢的临江路的草莓蛋糕，我也很给面子，吃了足足2块，因此难以睡着。夏夏，等这段时间忙过了，我们就去意大利，好不好？他抱着我。我问他怎么想着要去意大利？设计师不是都希望去米兰看看吗？我有些怔愣。好，到了那边我们再好好玩一玩，就当继续我们的蜜月旅行。我会给你拍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，买很多很多的纪念品，把储物室堆得满满的。我笑了笑，梁佑嘉，我又不是小女生。是，梁佑嘉含情脉脉地对我说道，你永远都是。就那瞬间，我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。2人四目相对，暧昧与温情的气氛达到了顶峰。他的脸缓缓靠近，而我也没有拒绝，静静闭上了眼。温柔的吻落了下来，他大手游离在腰间，千钧一发时，一通电话铃声打破这一切。瞥了眼屏幕后，梁佑嘉恢复了因情欲泛红的眼眸，神色紧张地拿起电话走向了阳台。但刚刚的一刹那，我还是瞥见了来电显示程密的名字。这么晚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会像言情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，找给理由把梁佑嘉叫过去吧。思绪被窗外的冷风吹散，梁佑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，眼底藏了几分歉意。公司那边有点急事，我得回去一趟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还是懂事地叮嘱他，开车注意安全。得到我的理解后，他又一次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关上卧室门之前，梁佑嘉只轻飘飘留下一句：早点休息。我有些想笑，笑自己把事情看得如此透彻，却还不明白。窗外下起淅淅沥沥的雨，我拿过床头的手机，第一次主动给梁佑嘉打去电话。下雨了，我有点害怕，可不可以不去公司？他沉默了几秒，夏夏，我很快就回来，等我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，也是我第一次服软。意料之中的是，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选择我放弃程密。我没再说什么，安静地挂断了电话。这让我想起一段往事，那个时候我大2，因为梁佑嘉一句很久没喝过我炖的汤，
然后我就傻不愣登地翘了课，然后千里迢迢去了他在的大。那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我站在他们校门口，顶着40度的高温，硬生生地等他专业课下课。他出来时，身边跟着的就是程密。那天她穿着清爽的吊带连衣裙，玲珑有致的身材彰显得格外显眼，白皙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和我一身随便的白 T 牛仔裤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她微笑地和我打着招呼：“夏夏姐，你来找阿佑吗？”许是温度太高，我脸颊滚烫，自己尴尬地说了个“嗯”字。梁佑嘉似乎心情有些不好，望着我时，好看的眉毛皱得像条毛毛虫。许飞夏，你疯了？这么热的天，跑那么远？我愣了愣，还是笑着把熬好的排骨汤递了过去。你不是想喝吗？我刚好没课，就想着送过来了。他哑了声，以后别这么认真了。我点点头。梁佑嘉接过保温盒，拉我往学校外面的奶茶店走。程密也跟了上来。他们是大学认识的，梁佑嘉没怎么说过具体情况，只淡淡的说他人很好。我也不好问，毕竟我和他只是认识了很久，算的是别人嘴里的友谊长存。梁佑嘉喊了一下服务员：“你好，给他来杯冰的百香果。”我不渴。他回头看我一眼：“那就拿着降温，你看你脸晒得多红。”我捏捏衣角，转移话题：“程密，你喝什么？”程密摆摆手：“我不用，不用。”最后，梁佑嘉还是给他买了杯热牛奶。刚坐不久，程密就接到谁的电话，唰的一下，他脸白得如同一张纸。然后梁佑嘉就和他急匆匆走了。当时他也说很快就回来，可结果呢？我在他学校门口傻傻地等了1天1夜，直到第2天下午他才回来，而我送他的汤也早已不知去向。梁佑嘉，这次你又要让我等你多久呢？雨夜过后，我在半个月后才再次见到他。不只有他，还有婆婆、程密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孩子。夏夏姐，好久不见。程密穿着宽松休闲的运动装，站在梁佑嘉身边，盈盈一笑看着我，半点也看不出刚生完孩子的模样，反倒衬托的他和梁佑嘉男才女貌，一对璧人。我扯扯嘴角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梁佑嘉停好婴儿车，朝我说道：“夏夏，小蜜刚生完孩子，可能要在我们家里住一段时间。”小蜜住一段时间，心头仿佛被人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又凉又痛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明明我早就明白他和程密迟早要复合，明明那天晚上我就已经死心了，可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呢？我攥紧手，笑着应道：“好。”随后自己倒了杯热水，逃似的回到了卧室。门外阖家团圆，门内死寂一片。当天晚上，程密的孩子不知怎么的就发起了高烧，婆婆和她仓皇的敲门声吵得我头疼。然后梁佑嘉连夜同他们把孩子送去了医院。就这么一瞬间，我突然就觉得好累。于是我起身，把属于自己的一切全部都装进了行李箱里。整理衣物的时候，向香那年的劝告浮现在眼前：“许飞夏，你疯了吗？梁佑嘉，明摆着心里程密比你重要，你嫁给他不就是自讨苦吃吗？”那个时候我满脸笑容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不信，他总会喜欢上我的。”许飞夏，你疯了吧？至此，我和向香大吵一架。而我就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可现在看来，当初的我就是个笑话。当遇见一个心里揣着别人的人时，要学会放弃。
自以为去感化他，就可以让他爱上你，这根本就是在痴人说梦。眼泪不知不觉涌了出来，一滴滴落在叠好的裙子上，我用力擦掉，然后将一封写好的信放在了床头的台灯下，连同结婚时梁宥嘉为我亲手戴上的那枚戒指也一并取了下来。可能是戴的时间太长，无名指已经有道明显的戒痕。行李不多，我只拿了当初来这个家带的衣服。和梁宥嘉结婚的5年，他也算得上一个称职的丈夫。每个节日和纪念日，他都有送我礼物。但这仅仅是我做过的一场旖旎美梦。如今梦醒了，总归要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。临关门前，我回过头看了一眼这个我们共同生活了5年的地方，每个角落都有我们共同的回忆。门口我亲自选的兔子地毯，玄关架子上的形状怪异的手工水杯，以及各地旅游的纪念品，还有沙发上熬了几个通宵就差收尾的围巾，卧室里刚买的薄荷盆栽。梁宥嘉，我们后会无期。我将钥匙放在玄关鞋柜上，轻轻地拉上门，拎着行李箱离开。出租车行驶在道路上，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和他最后结尾的对话框，心里如释重负一般。按熄屏幕后，我呆呆遥望这窗外模糊的霓虹，就好像这几年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梦。五彩斑斓的灯光，高楼矗立的城市，好像也并没有小时候自己认为的那么喧闹。司机从后视镜里望了我一眼，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舍不得离开家吗？”我自觉失态，手指轻轻擦去脸上的眼泪。师傅，那不是我的家，一直都不是。离开梁家后，我出了国。我朋友不多，算起来除了他，只有向香和软软2个。走时，我向2人一一致电，和梁宥嘉离婚的事只字未提，只说这段时间可能会很忙，让他们好好照顾自己。向香很高兴，说我终于没有再把时间浪费在梁宥嘉的身上了。倒是一向心思细腻的软软发现了端倪。夏夏，你有事不要憋着。我笑了笑，知道。你和少勋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转移话题。软软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，先婚后爱的剧情走向一般都是催生，然而我也没有逃脱这魔咒。我嘴角上扬，是该要个孩子了，人少勋等你那么久。软软无情吐槽，得了吧，他跟个小学生一样，天天和于晨那狗东西对着干，截胡别人项目，在殷实的家底都要给他败光。我怔愣几秒，别人还不是想给你出口恶气，这样出恶气还不如爷们点，把人拉进小黑巷打一顿。我回答道：哈哈，成年人要用成年人的办法吗？聊了一会儿，软软体贴地让我早点休息。其实呢，是少勋在旁边不满嘟囔他在给谁打电话。有时候我挺羡慕软软的，她就好像言情小说里自带光环的女主角，在感情里受伤时，遇到了姗姗来迟的男2号，不顾一切地出来保护她，并且告诉她他喜欢她，然后2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想，要是我的青春里也有那么一个人这样爱着我，会不会我就不会在梁宥嘉这棵树上傻傻地吊10几年了呢？可惜呀，我是芸芸众生里最不起眼的叶，比不上了枝头独树一帜的花。窗外不知不觉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不知道梁宥嘉看见那封信以及离婚协议没有？思绪在氤氲中逐渐游离，回想起从前，难免觉得命运弄人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很少得到别人的偏爱，现在怎么还奢望起不该有的呢？我妈是个苦命的女人，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要我懂事。所以
我很少惹麻烦，一直安分守己，尽量减少社交。长此以往，我的性格变得有些孤僻，身边的朋友也很少。但梁宥嘉是个例外，他的主动接近，他的举手相助，他的温柔体贴，如同一道光，照进了我阴暗潮湿的心。因为他，我开始试着和别人接触；因为他，我装上一张刀枪不入的铠甲。如今，铠甲碎了，属于我的那道光也不会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了。考虑到之后肚子会一天天大起来，行动多有不便，于是我用积蓄在瑞士买了一套挨着医院不远的小公寓。低血糖的缘故，某次出门买菜，我晕倒在电梯里。一位叫周喜的中英混血医生救了我。许是异国他乡的缘故，遇见这么一个人，我倍感亲切。虽然周喜长期生活在瑞士，但是他还算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。两个人交谈起来也没多大压力。更为巧合的是，他住在我隔壁，因此有时候去医院检查，他都会顺道带我。偶尔我做些家乡美食，也会请他过来尝尝。周喜人很好，许是国外开放的原因，他从未问过我的私事。手机已经很久没有收到梁宥嘉收到嘘寒问暖的信息，也许他还在医院照顾程密以及他们的孩子，也可能回家看见了那些东西。我离婚正如他愿，索性将我抛之脑后了吧。我摇摇头，试图忘记那些事情。明天就是我29岁生日了，以前都是他，还有向香、软软陪我，今年看来要一个人过了。出神时，放在台边的手机被放过去的餐盘碰落在水里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手机直接沉了下去。等捞起来，湿哒哒的触感已经表明了报废的状态。叮咚，叮咚，门铃响起。我查干手上的泡沫，走到猫眼前，往外望去。周喜一身干净利落的衬衫西装裤立在门外，板栗色的头发，映得深邃的五官愈发白净。打开门，他脸颊绯红。刚刚几个同事聚餐，送了我一些四川的辣椒，你要吗？我回答了声啊。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其实我再次疑惑。周喜闭上眼，呼出一口气，你做的川菜很好吃，我想来蹭饭。我愣了几秒，随后笑着，可以，但你要洗碗。他提着包装精致的礼盒，熟稔地走进了厨房。周喜放下袋子，打量着刚捞起来还滴水的手机，调侃道：你这是给手机洗了一个澡。我反应过来，立马拿过干燥的毛巾，手忙脚乱地擦起来。完了，这次真没救了。某人爽朗的笑声传来。明天我刚好休假，带你去买个新的吧。我泄了一口气，只能这样了。说罢，周喜仿佛田螺姑娘上身，挽起袖子，帮我把剩下的盘子3除5下洗了出来。第二天，周喜同我去买了新的手机，但是重新办理的电话卡要5个月后才能到。某人用了瑞士医生特权，提前了时间。于是，为了感谢他，我买了很多菜。说是蹭饭，他倒钻进厨房成了晚餐主厨。晚餐做好后，他不知怎么的变出了一个漂亮的双层蛋糕。我疑惑地说：今天你生日。他帅气的脸上露出和煦笑容：不也是你的生日吗？我有些惊讶。你怎么知道？周喜认真地插上蜡烛。很多年前的今天，我们见过。我更懵了。你不是一直生活在国外吗？我们怎么可能见过？他温柔地看着我。那年我第一次去中国，你穿着蓝色校服，扎着高马尾，坐在医院门口台阶上，拿着个迷你生日蛋糕，边哭边吃。当时我还不会中文，就在原地呆呆地看着你。
然后你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把蛋糕递给我，说：“你要吃吗？”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特别可爱，而且我也很难过，因为那天是我18岁成人礼，但是我外祖母去世了，妈妈忙着处理后事，忘记了我生日。周喜淡淡地说起往事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对你印象深刻。我怔愣片刻。的确，高3那年，我在我妈住的医院门口遇见了一个帅气的外国男孩，也确实如周喜说的那样，我曾把自己的生日蛋糕分给一个人吃过。许愿吧，蜡烛要燃尽了。我回过神，随即说道：“一起许吧。”周喜笑了笑，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他的脸庞在烛光下如丝温柔，又长又卷的睫毛如蝶扑闪，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如同宝石般完美，使人一不小心就沉醉其中。我问：“你许的什么愿？”周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，然后拿手术刀的手指放于薄唇之上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蜜。”阮如意和少勋正在吵得不可开交。小世子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什么过分？阮如意叉着腰。少勋，当初是不是你说的我发育不良？是不是你说的送你都不要吗？怎么，现在10岁之位了，恨不得废了老娘的腰啊？少勋孩子气得跪在搓衣板上，搂抱住阮如意的腰。合法夫妻，持证上岗，怎么能把以前的狗屁气话当真？阮如意气笑了，现在知道自己以前说的话是放屁了。某人狗腿子的点点头。阮如意说道：“那再和我分析分析以前你那些话可以当真？”少勋抬起头：“你扶耳过来，我仔细说给你听。”某个傻姑娘还真听话地弯下腰，想听个所以然。然后少勋牢牢桎梏住阮如意的双手，狠狠地吻了过去。少勋，你这个小人！一吻作罢，某人舔舔唇：“小世子，以前我就说过，我不是正人君子。”阮如意面色潮红，更显得柔弱可欺。少勋咽了咽口水，紧紧将人抱入怀中。但我爱你是真的。片刻功夫，两人便吻得热火朝天，滚到了床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阮如意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他推了推少勋胸口：“电话。”少勋停顿几秒，被情欲染红的眼眸随意扫了一眼床头的手机屏幕，是向香。应该没什么大事，我们继续。语毕，人又压了下来，大手游离在胸前，手机明明暗暗，响了又响。几分钟后，终于消停下来。随后，少勋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某人停下动作，烦闷地皱皱眉：“你这好闺蜜还真是锲而不舍，都打到我这里来了。”阮如意坐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结巴，可能有什么急事。”少勋按下免提：“说吧，什么事？早不打来，晚不打来，偏偏本少爷办大事的时候打来。” Jason 问道：“你老婆在家没？”少勋回答道：“你说呢？软软，你这几天和夏夏有联系吗？”向香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阮如意调整了一下呼吸：“今天她生日，我微信发了消息没回。”“怎么了？”向香说：“我现在梁家门口，按门铃没人应，敲门也没人开。然后夏夏和梁佑家的电话都打不通。”阮如意回答道：“会不会夏夏和梁佑家出去了，手机没电？”向香说：“不可能，那个狗东西现在肯定和程密一起。”阮如意说：“什么意思？程密回来了？”向香又说：“软软这个说来话长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联系上夏夏。”阮如意有些疑惑：“宝贝儿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”
夏夏这么大个人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夏夏怀孕了，之前我陪她去医院检查时，医生就说了她身体弱，我怕她出事。什么？怀孕？阮如意惊讶不已。那你快想办法进屋，我马上过来。向香、阮如意以及消防警察聚集在梁家门口。女士，没有主人授意，我们确实不能随便开门。身着红色荧光制服的消防员说道。向香说：“我朋友怀孕了，我担心她很可能在里面出事了，麻烦你帮我开门，看看好不好？如果真的有人在，这么大的动静已经过来开门了，你是不是听不懂？”向香正想上去争执几句，阮如意拉住了他。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梁佑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此时，程密以及手提婴儿摇篮里的佣人，还有穿着华贵的沈红缓缓而归，茫然地站在一群人身后。向香拧着眉头，咬牙切齿地看着这一幕，冷冷吐出“开门”2个字。夏夏和刘妈都不在家里吗？梁佑家一头雾水，输入人脸后，门如愿打开，向香便直奔2楼主卧。阮如意、梁佑嘉以及 Jason、邵勋也跟了过去。夏夏、许飞夏，你在哪？赶紧出来！向香不顾形象的大喊大叫，试图安抚自己不安的内心。推开主卧室门，里面摆设一如往常，只是少了点人气。向香连忙又推开洗漱间、衣帽间、书房，直到找遍梁家别墅所有角落，也仍旧没有许飞夏的身影。向香，你别急，我给夏夏打个电话，可能她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梁佑嘉摸摸口袋，顺势掏出手机，只见屏幕漆黑，开关键毫无反应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坐一会儿，等我。梁佑嘉，你这段时间在家吗？向香平静地开口。我，某人一时间语结。向香嘲讽地笑笑，程密回来了，你就顾不上夏夏了吧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是你向夏夏求的婚，是你说要娶她的。梁佑嘉回答道。我当然知道。呵呵，向香冷笑地看着他。你真的还知道许飞夏是你的妻子吗？如果你知道，为什么今天你把程密带回来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夏夏的生日，是你向她求婚的日子。要是她在，看见这一幕，那得多难过。向香朝旗帜问道。在场的气压越来越低迷。向香，阮如意白着脸拿过一沓文件，还有枚戒指走了过来。几分钟后，向香脸色阴沉，不由分说，一巴掌扇到梁佑嘉脸上。程密的惊呼声，以及已经风一般扑过来的沈红：“你这个没有教养的疯女人，凭什么打我儿子？” Jason 和邵勋拦住，毫无形象的女人。阮如意也抱住了想继续的向香。你这个永远也捂不热的混蛋！向香红着眼睛骂道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夏夏和我干儿子出了什么事，我他妈的杀了你！梁佑嘉别过高高肿起的脸，一脸惊愕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许飞夏那个蠢女人怀了你这个混蛋的孩子。某人大脑如同宕机般，半晌，他终于颤抖着开口：夏夏怀孕了。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向香回答说：你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梁佑嘉。那为什么夏夏不告诉我？向香又是一番阴阳怪气，说：你和你妈还有自己的老相好，刚好在医院一家人团聚，他怎么好意思说？你隔三差五忙工作，他跟谁说？怀孕3个月，你怎么没发现她例假很久没来？梁佑嘉，
你到底有没有真关心过他？”某人伫立在原地，向香挣脱阮如意的桎梏，将手里的东西砸在他身上，失望地走向门口。而那枚戒指如同心脏破碎的声音一样，在地上打了几个圈后，发出清脆又刺耳的声响。最后迈出门口时，向香顿住脚步，吸了吸鼻子：“梁宥嘉，你现在阖家团圆，幸福美满，什么都有了，但你唯独没有那个爱了你15年的许飞夏了。”这句话如同一声惊雷，彻底击醒了梁宥嘉。某人大跨步拉住向香手臂：“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15年？夏夏，不是不喜欢我吗？真是个蠢货！”向香嫌弃地甩开他的手，面上挂着浓浓的厌恶，没做停留。和阮如意一行人消失在夜色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梁宥嘉、向香等发疯一样找着许飞夏，不论是网上还是电视采访，始终毫无音讯。而他仿佛人间蒸发般：“夏夏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梁宥嘉醉醺醺地趴在书房的电脑旁边，桌上有一封信，还有一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。信上娟秀的字体，个个规整，把话讲明白，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交代。就算山水无期，我想也应该有始有终。梁宥嘉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10年了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不喜欢你了。我已经28岁了，实在耗不下第2个15年了。高中毕业晚会的那个晚上，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喜欢你，但你说只是把我当妹妹。本来我报考了大学，想离你远一点，然后慢慢忘记你的。可你随随便便一句想喝我炖的排骨汤，我就舍不得了。1000多公里，500多张往返车票，让我傻得彻彻底底。你知道吗？你向我求婚的时候，我本可以忍受无尽孤独以及漫长等待，但我还是答应了，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总是会感动你，或者说让你爱上我的。现在回头看看，当时自己真是笨，特别笨的那种。向香总说我和挖野菜的王宝钏有的一拼，我还是觉得自己没他厉害。但把一心一意的爱叫做恋爱脑，把对一个人至死不渝也值得被人嘲笑的话，我想应该是我病了。其实我挺同情王宝钏的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对自己的喜欢的人忠贞不渝是非常重要品质。所有人都在笑他傻的时候，只有我觉得他可怜。程密回来了，我就懂了自己再坚持下去没什么意义的道理。但我还是想赌我的10年暗恋和5年婚姻会胜过他。可惜我输了。你让我觉得曾经我努力地在你青春里证明自己来过，像一场笑话。也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反方向的钟，只有交替的四季在告成我往前走。所以我成全你了，成全你和程密，也祝你们幸福。还有啊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送我的素戒，我喜欢闪闪发光的大钻石。结尾处，谁的眼泪晕花了字体？梁宥嘉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。由于电话卡还没有到的缘故，周喜对我很是照顾，更是财大气粗地给了一张银行卡，让我方便买东西。我问他，不怕我是坏人吗？他说，是也没关系，反正钱多。我笑了笑，虽然他嘴上这样说，但是瑞士医生的工资应该不会很高，毕竟这里国家补贴很多。所以我将开销的每一笔费用全部记了下来，等电话卡下来，去办一张瑞士银行卡再还给他。支付宝、微信转账在这里也不太方便。春节很快来临，周喜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。周喜，
你说你一个常年生活在国外的外科医生，怎么饭做得比我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还好吃？”他专心致志收拾着桌上的残羹剩饭，我妈教的。以前他不忙的时候，常来看我，然后做很多中国的美食，耳濡目染，我就会了。第一次听见他提及自己的家人，我不由得感叹几句：“那你妈妈对你真好。”周喜抬眸笑看着我：“你父母对你不好吗？”我愣了几秒。小时候我爸酗酒，总爱打人。上小学那年，他喝多了，失足掉进河里死了。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学，最后肺癌晚期也走了。抱歉，周喜满脸歉意。我摇摇头，随即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我还有2个非常要好的朋友。”“是你玄关相片上那几个？”“那你先生呢？他怎么让你一个孕妇出国？”我顿时卡住，隔了一会儿，还是缓缓开口：“我们离婚了。”碗碟声戛然而止，片刻后，周喜再次整理起来：“所以你就离开那个伤心的，跑到国外来生孩子？”我点点头。单亲妈妈可不是这么容易的，那也要试一试才知道吗？我双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周喜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他们医院的同僚渐渐把我当成他的妻子。话锋越来越偏。为了不给他带来困扰，我独自去了医院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终于在午饭前结束。意大利的天气还是很冷，零零落落地飘着雪。我站在路边等待着红绿灯。夏夏，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还不等我回头，一股外来的蛮力扯住我的包，伴随着力度，人被拉着往路中央拖去。随后脚下一滑，我重重跌坐在地上，双腿间缓缓流淌出一股热意。高大的男人见状，连忙捡起我身旁染了血的包，逃之夭夭。我拼尽力气站起，还不等退回路边，一辆飞驰而来的小轿车刺耳的刹车声传来，接着身体如同落叶般飞起，又如同落叶般落下。夏夏，脑袋磕在地板上，温热的液体潺潺流出。闭上眼的最后一刻，我瞧见远处的周喜穿着白大褂朝我跑来，随后便陷入黑暗之中。梦里，向香对我吐槽小奶狗男友多粘人，软软骂着少勋城府多深，还有梁宥嘉。他穿着白色的衬衫，站在围成心形蜡烛旁边，抱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，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突然，画面一转，爸爸拧着酒瓶，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身边，扯住我的头发，骂骂咧咧地说我是个赔钱货。面容憔悴的妈妈握住爸爸的手，苦苦哀求他不要打我，可拳头依然如雨点般落下。妈妈将牢牢我护在怀里，安慰我不要害怕。终于，爸爸打累，倒在沙发上睡了过去。夏夏，别怕，妈妈带你走，好不好？妈妈摸了摸我的头，艰难地站起身，拉起我的手，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